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来看他们匹配出来的结果。前情提要，之前有讲过，有不少的先锋王国，他们同时间报名了最新的地图，其中有包括2429、1093、2377，还有2268。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最后有报名雄兵兼程的王国只有167。那其他王国就选择了别的地图，1093、2377还有2429，他们就选择了1111，2268则是选择了神级妙策。那你们画面上看到是我整理出来的列表，就是他们有报名哪一些地图、战力还有击杀，不过战力击杀是大概而已啊，不是准确的。那以你们直观来看的话，认为1111匹配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毕竟有3个先锋嘛。至于我放红色的框，就是没有跳出报名界面。所以像1001还有1839可能要等下一次或者是更久才会出现报名，剩下白色的1185、1875、1960还有2062是没有报名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匹配结果，搞笑的事情就来了，你们可以看到1093是匹配不成功的。你们可以看到另外2个先锋王国是匹配成功的，而且这2个先锋王国其实在同一个地图里面，官方就是不想要让93匹配成功。让我感到比较意外就是官方他另外再配多一个王国给2377，2429就只有他们自己一个人而已。那其实2429算是现在新进的先锋王国，它是由多个王国的玩家组成的，其中有包括到我之前有提到过的2605精英部队是已经跑过去2429了。不过这张地图要1打3就恐怕有一点难了，最多就2打2，就看他们之后的表现。我个人是还蛮期待2429的。结果你们猜怎么样？其他的先锋王国就算没有报名同一张地图也是匹配成功了。我认为是93的战力实在是太高了，因为他们这一次报名其实没有限制人数，也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分线报名啊，这一次的界面上是没有的。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导致到1093没有办法匹配成功啊。但其实你们可以看到报名1111的王国其实还蛮多的，有134个。那另外2个报名不同地图的先锋王国，像是1671，这张地图就炸鱼了。你们可以看到，只有他们自己一个先锋王国而已，其他的王国应该都是由 AB 组成的吧。换句话来说，这张地图就没有什么看点了。因为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比较刺激的场面的话，都是要等到先锋王国对战才有东西看了。像这种先锋王国打一般的王国就没东西好看了。不过其实1671分配到这种组别也算是比较正常了。在之前我就有讲过，他们王国是已经解散了，也就是说里面可能活跃的玩家并不是很多。但是就算他们王国解散了，玩家也是移民了，依然还在先锋，这个是最可悲的地方。所以各位也不用太期待了，应该是不会出现1打5的情况。最后2268报名的地图是神级妙策，这么难的地图都让他们匹配成功了。那也是一样，他们报名的地图呢，基本上也算是炸鱼地图啦，其他的王国都是由 AB 组成的，只有他们一个 S 等级的王国。我是很少看到有 S 等级的王国可以在神级妙策这个地图匹配成功的，他们是真的很幸运。不过这一次他们报名 KVK 也算是他们跟其他王国合并之后的第一场 KVK 吧，或许可以趁着这个 KVK 的机会测试一下队友的配合度，看这个王国组合成功之后表现得怎么样。我是比较好奇他们的外交啦，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们要看这一期报名成功的王国 KVK 呢，你们就只能看2377跟2429的那一张地图而已。因为其他2张地图基本上没有什么看点啊，除非2268那一张地图他们要选择1打5或者是2打4啊，这样子就比较有看点，否则就只有1张地图可以观看而已。这个就是现在先锋王国的悲哀，没有多少地图是比较刺激的。这一次下的先锋王国全部都是已经正在进行 KVK 了，有些是刚报名成功而已。那这几个匹配出来的结果其实都没有什么看点了。其实有看点的地图算是2489那个地图，但是他们外交结果出现问题。1175选择不战斗，2489跟1365合作，基本上这个地图是已经没有什么看点了，甚至黄庭的时候1846是不出去的。所以之后各位要看 KVK 的话，可能可以看一下左手边的那几个王国，你们觉得哪一个地图比较有看点？我是觉得这3个地图我都不太想要看了，没有什么看点了。我们回来看报名的问题，那既然1093是没有办法匹配成功的话，也就等于说下一次报名他就必须要跟白色还有红色的王国报名。也就是说很大可能1093跟960又会再次见面，他们有可能会再打第2场的对战。
除了93跟960之外，还有1875这个王国算是比较 OK 一点的，以先锋王国来讲。然后剩下的王国你们可以看到击杀数了，像是1001基本上是不能战斗的王国。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数据，全部先锋王国里面它的数据是最糟糕的，跟1002是一样的。185跟2062也是在先锋王国，但是他们的击杀也是不太行，连一招都没有。1839的情况也是半斤八两了，所以现在先锋王国的质量是真的很糟糕简单概括就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这样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之前我是同意官方减少先锋王国的数量，因为这些王国根本都不算是先锋王国啊。那因为1093跟960两个是同时间结束 KVK 的关系，所以有可能下一次报名或者是等后一次报名，可能这两个先锋王国又会在同一个地图里面。不过也不排除1093可能会匹配失败，因为在剩下的先锋王国里面，只有1093自己一个是已经超过了250亿以上，除非1093又在压低战力，或者是官方强制他们跟其他的王国匹配在一起，否则1093会出现很多次留局的情况，甚至有可能扑上1254的后尘，完全没有办法匹配成功。或者是再出现分线报名，或许还可以报名成功了。但是这个数据呢，就是前300名玩家的战力还有击杀，他们的数据就已经超过其他先锋王国了，何况是以分线报名899个玩家的数据来计算。我个人还是蛮期待1093跟960能够匹配成功了，不过当然是一开始在官司的时候就见面了，而不是等到后面黄庭的时候才见面。不过再看了今天官方匹配成功出来的例子呢，我感觉之后可能炸鱼的地图也不少，可能1875会在另外一个王国，960在另外一个王国，最后1093匹配不成功。其实以我个人的想法啦，我是比较希望2268、2377还有2429报名不成功的这样子就可以跟其他的先锋王国可能报名8方逐鹿一起对打。因为根据这一次的预告来看的话，下一次会出现的报名地图有包括尼罗河之王跟8方逐鹿。那假设这几个王国都已经报名成功了，也就是说下一次报名有很大可能又会匹配失败。就算他们这一次不报名成功，我觉得也有很大可能最后大家都是会分开不同的地图，就像这一次这样子，原本以为全部报名新的地图雄兵兼程，结果在最后一刻换去别的地图。根据下一次的预告来看，除非下一次也是再出现雄兵兼程的先锋体验版之外，另外8方逐鹿跟尼罗河之王匹配成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尼罗河之王就不需要我解释啦，除非93跟960真的是想要中天而已，否则应该是不会报名这个地图的。至于8方逐鹿要求比较高一点了，它需要求8个阵营的战力都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匹配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低，所以最后就只能看雄兵兼程了。那如果报名不成功的话，又要等到第3次报名。总的来说，我觉得93跟960在对战第2次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上一场 KVK 有2605捣乱的关系，所以导致到他们没有办法对战。93也不太大可能让自己一直长时间匹配失败，然后走向灭亡。至于960的玩家，大多数都想要报仇去打93。之后的报名各位可以留意一下。至于各位觉得下一次93跟960会不会匹配成功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